大家好，银发族的健康藏在日常动作里。肌肉是身体的力量基石，更是长寿的关键。随着年龄增长，肌肉流失悄悄来袭。这不只是身材变瘦，更是失能风险的开始。很多人以为走路慢是年纪大的正常现象，却不知道这背后可能是肌肉量快速下滑的警讯。除了走路慢，还有3个日常动作。一旦出现困难，就预示着失能风险升高。今天就来详细拆解，帮银发族早发现、早应对，守住肌肉，才能守住独立生活的尊严。首先要明白，银发族为什么容易肌肉流失。这种现象叫肌少症，是老化过程中的常见问题。30岁后，人体肌肉量每年以1%、2%的速度减少。60岁后流失速度会翻倍，80岁后可能丢失1半肌肉。为什么会这样？第一个原因是激素变化，男性睾酮水平下降，女性雌激素减少，这2种激素都能促进肌肉合成。激素不足，肌肉生长就没了动力。第二个原因是营养摄入不够，银发族消化功能减弱，食欲下降，蛋白质吃得不够。而蛋白质是肌肉的建筑材料，缺了就无法修复生长。第3个原因是缺乏运动，很多银发族怕摔跤，怕累，长期久坐不动，肌肉用尽废退，越不动肌肉流失越快，形成恶性循环。第4个原因是慢性疾病影响，比如糖尿病、高血压、关节炎等。这些疾病会影响营养吸收或限制运动能力，进一步加剧肌肉流失。这几个因素叠加，银发族的肌肉量就会快速下滑，引发一系列问题。肌肉流失的危害比你想象的更严重。首先是力量下降，拎不动东西，爬不动楼梯，日常起居变得困难，慢慢失去独立生活能力。其次是平衡感变差，容易摔跤。银发族摔跤后骨折风险极高，尤其是髋部骨折，很多人因此卧床不起，进而引发肺炎、血栓等并发症，危及生命。再就是代谢降低，肌肉是耗能器官，肌肉量少了，基础代谢率下降，容易导致肥胖、血糖升高，加重慢性病，还有免疫力下降。肌肉中储存住免疫细胞，肌肉流失会直接影响免疫功能，让银发族更容易生病。更可怕的是，肌少症如果不及时干预，会逐渐发展为失能，需要他人长期照护，不仅降低生活质量，还会给家庭带来沉重负担。所以，早发现肌肉流失的信号至关重要。最明显的信号就是走路慢。正常成年人走路速度约每秒1到 1.2 米。银发族如果走路速度低买每秒 0.8 米，就意味着肌肉量不足，力量下降。走路时步幅小，步频慢，还可能摇摇晃晃，容易疲劳。走几百米就气喘吁吁，腿脚发软。很多人觉得年纪大了，走得慢很正常，却不知道这正是肌肉流失的强烈警讯。如果不及时改善，走路会越来越慢，最后可能需要拐杖、轮椅，甚至无法独自行走。所以千万不要忽视走路慢的问题。除了走路慢，这3个日常动作更要警惕，它们预示着失能风险正在升高。第一个危险动作，从坐姿站起来费力，比如坐在沙发上、椅子上，想要站起来时需要双手撑住扶手，或者身体往前倾，费很大力气才能站稳，甚至需要旁人拉一把才能顺利站起。这个动作看似简单，却需要腿部肌肉、核心肌肉的共同发力。银发族如果做这个动作费力，说明腿部股四头肌、臀部肌肉量严重不足。股四头肌是大腿前侧的肌肉，是身体最有力的肌肉之一，它负责膝盖伸直，是站起行走的关键。核心肌肉则负责稳定身体，避免站起时摇晃。一旦这些肌肉流失，站起就会变得困难。这不仅影响日常活动，还会增加摔跤风险。很多银发族就是在站起的瞬间，
因腿部无力而摔倒。所以从坐姿站起费力是失能的重要预警。第二个危险动作，爬楼梯困难，甚至不敢爬。爬楼梯需要腿部肌肉爆发力和耐力，尤其是大腿肌肉和小腿肌肉，要支撑全身重量。银发族如果爬楼梯时腿脚发抖无力，每上一级台阶都很费劲，需要扶住扶手慢慢挪，或者前脆拒绝爬楼梯，宁愿绕路走平地，这说明腿部肌肉力量和耐力已严重下降。爬楼梯困难不只是肌肉流失的问题，还可能伴随关节炎，但肌肉流失是核心原因。因为肌肉能保护关节，减少关节压力，肌肉量不足，关节负担加重，疼痛加剧，进一步限制运动，肌肉流失更快，形成肌肉少发关节痛，周运动说肌肉更少的恶性循环。更重要的是，爬楼梯困难意味着肌肉力量已不足以支撑复杂动作，失能风险会比正常人高3.5倍。第三个危险动作，提不起重物，甚至拿轻物也费力。比如买菜时拎不动一袋子菜，拿书端饭碗时手臂发抖无力，或者打开水瓶盖拧毛巾时觉得力不从心。这些看似琐碎的动作都需要上肢肌肉的支撑。银发族如果出现这些情况，说明手臂、肩膀、背部的肌肉量已大幅流失。上肢肌肉不仅负责日常劳动，还能在摔倒时保护身体。比如摔倒时，手臂能本能地撑地，减少头部、躯干的受伤风险。一旦上肢肌肉无力，摔倒时无法有效防护，更容易造成严重伤害，比如脑震荡、骨折。而且提重物困难会直接影响生活自理能力，无法自己买菜、做饭、打扫房间，慢慢依赖他人照护，逐渐走向失能。所以这三个日常动作千万不能忽视，如果银发族出现走路慢或以上三个动作中的任何一个，都要及时行动，通过科学方法增加肌肉量。第一个关键是补充足够的蛋白质。蛋白质是肌肉合成的原料，缺一不可。银发族每天每公斤体重需要 1.2 到 1.5 克蛋白质，比如体重60公斤的老人每天需要72到90克蛋白质。哪些食物蛋白质含量高？鸡蛋是完全蛋白质的代表，每天1个鸡蛋，能补充优质蛋白，还容易消化。牛奶、酸奶也是不错的选择，富含乳清蛋白和酪蛋白，能促进肌肉合成，还能补充钙质。瘦肉、鱼肉、虾等脂肪含量低，蛋白质含量高，比如鲜鱼、鲑鱼不仅有蛋白质，还含 Omega-3 脂肪酸，能减少炎症，保护肌肉和关节。植物蛋白方面，豆腐、豆干、黄豆等豆制品蛋白质含量高，还能搭配谷物食用，提高蛋白质的吸收利用率。注意，蛋白质要均匀分配到3餐，不要集中在一餐吃。比如早餐1个鸡蛋加1杯牛奶，午餐1块瘦肉加1份豆腐，晚餐1碗鱼肉加1把青菜，这样能让肌肉持续获得修复原料。另外，银发族消化功能弱，蛋白质食物要煮得软烂，比如瘦肉炖汤、鱼肉清蒸、豆腐煮汤，容易咀嚼和消化，避免增加胃肠负担。第二个关键是坚持抗阻训练，刺激肌肉生长。很多银发族以为运动会伤身，其实适当的抗阻训练不仅安全，还能有效增加肌肉量。抗阻训练就是对抗阻力的运动，能刺激肌肉收缩，促进肌肉合成，比如举哑铃、拉弹力带等。银发族可以从简单安全的动作开始，不需要专业器材，日常用品就能当训练工具。推荐几个适合银发族的抗阻训练动作。第一个是坐姿抬腿，坐在椅子上，双脚平放地面，双手扶住椅子两侧，慢慢抬起一条腿与地面平行，保持3秒后慢慢放下，换另一条腿。每侧做10月15日次，每天2减3组。这个动作能训练股四头肌，
增强腿部力量。第二个是墙壁深蹲，背对墙壁站立，双脚与肩同宽，慢慢往下蹲，直到膝盖呈90度，背部贴紧墙壁，保持5秒后慢慢站起，做10月12日次，每天2组。这个动作能训练大腿和臀部肌肉，改善站起困难的问题。第三个是弹力带拉伸，准备一根轻度弹力带，双手握住弹力带两端，放在胸前，慢慢向两侧拉开，感受背部和肩膀肌肉收缩，保持3秒后慢慢还原。做12月15日次，每天2组，能训练上肢肌肉，增强提重物的力量。第四个是踮脚训练，站立在平地，双手扶住墙壁或椅子，慢慢踮起脚尖，保持3秒后慢慢放下。做15-20次，每天2组，能训练小腿肌肉，改善走路不稳的问题。注意训练时要量力而行，不要过度用力，动作要缓慢标准，避免快速剧烈运动。如果有关节疼痛，可减少动作幅度或选择更温和的动作，比如坐姿训练代替站姿。每周坚持3-4次训练，每次30分钟左右，坚持3个月，就能明显感觉肌肉力量增强，走路更稳，站起爬楼梯也会变得轻松。第三个关键是补充足够的维生素 D 和钙。维生素 D 能促进钙的吸收，还能调节肌肉功能。银发族缺乏维生素 D， 不仅会导致骨质疏松，还会影响肌肉力量，加重肌肉流失。钙质则是肌肉收缩和骨骼健康的基础，两者缺一不可。如何补充？维生素 D 最好的来源是阳光照射，每天在户外晒15到20分钟太阳，上午10点前或下午4点后的阳光温和，避免强光暴晒，晒的时候露出手臂和腿部皮肤，促进维生素 D 合成。如果不方便晒太阳，可以通过食物补充，比如蛋黄、深海鱼、蘑菇等，也可以在医生指导下服用维生素 D 补充剂。钙质的来源很丰富，牛奶、酸奶、奶酪等乳制品，豆腐、豆干等豆制品，小油菜、小白菜等绿叶蔬菜，还有虾皮、小鱼钱等都富含钙质。银发族每天需要1000到1200毫克钙，比如每天喝300毫升牛奶，吃1份豆腐，再加上2份绿叶蔬菜，就能基本满足需求。注意补钙时要避免过量，过多钙质可能增加结石风险，最好在医生或营养师指导下合理补充。第四个关键是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。首先是保证充足睡眠，睡眠是肌肉修复和生长的关键。银发族每天要保证7到8小时睡眠，睡前避免看手机、电视等强光刺激，创造安静、舒适的睡眠环境，提高睡眠质量。其次是避免久坐不动，长期久坐会加速肌肉流失，建议每坐30到40分钟就站起来活动一下，比如走几步，做几个拉伸动作，或做1次坐姿抬腿，避免肌肉长时间处于松弛状态。再就是戒烟限酒，吸烟会影响血液循环，减少肌肉的血液供应，抑制肌肉合成。过量饮酒会损伤肝肾功能，影响营养吸收，还会直接破坏肌肉细胞，加剧肌肉流失。银发族最好戒烟，饮酒要严格限量。男性每天酒精摄入量不超过25克，女性不超过15克。最后是保持乐观心态，积极面对老化。不要因为年纪大就放弃运动和健康管理，相信通过科学的方法就能守住肌肉，保持独立生活的能力，享受高质量的晚年生活。家人的陪伴和支持对银发族预防肌肉流失也很重要。很多银发族因为孤独、缺乏动力，不愿意运动，不注意饮食，家人要多鼓励。可以陪老人一起运动，比如每天晚饭后散步，周末一起做抗阻训练，增加运动的乐趣。饮食上根据老人的口味和消化能力，制作营养均衡的饭菜，保证蛋白质、维生素和钙的摄入，定期带老人体检，检查肌肉量、骨密度、维生素 D 水平等，
及时发现问题，调整护理方案，还要多关心老人的心理状态，避免因焦虑、抑郁影响健康。家人的关爱是银发族坚持健康管理的强大动力。银发族肌肉流失不是不可逆转的，只要及时发现信号，通过科学的方法干预，就能有效增加肌肉量，降低失能风险。走路慢，从坐姿站起费力；爬楼梯困难，提重物无力。这些都不是年纪大了的正常现象，而是身体发出的警讯，提醒我们要重视肌肉健康。通过补充足够的蛋白质，坚持抗阻训练，补充维生素 D 和钙，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，银发族就能守住肌肉，保持力量和平衡，走路更稳，活动更自如，远离摔跤和失能的风险。独立生活的能力是银发族晚年幸福的基础。不要等到肌肉流失严重才想起来干预，现在就行动起来。关注日常动作中的信号，科学护理让银发族拥有强健的肌肉，享受独立、尊严、高质量的晚年生活。肌肉是长寿的护身符，守住肌肉就是守住银发族的健康和幸福，让每一位老人都能安享晚年。我们下个视频再见。